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相隔已久的 4K 视频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这是 4K 超清画质下的战地2042。如果你所在的平台支持 4K 画质，请毫不犹豫地打开它，享受一场更加逼真的视觉盛宴。同时，麦克在左上角开启了帧数显示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我用的什么配置。因为地球人都知道，虽然战地2042确实好玩，画质也是一流的棒，但是它的游戏优化有那么一点点渣。渣到什么程度呢？2K 画质下关掉光追，我的3080也只有60至80帧。甚至在某些场景密集的战斗区域，就连50帧都很勉强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隔壁神经哥还在用他的1070钛，我深深的佩服他。前方高塔上发现狙击手，让我打他下来。不过在这里需要吐槽一个2042非常要命的 bug， 特别是对我们狙击手来说，那就是它的倍镜倍率会来回乱窜。比如我用8倍，却经常显示6倍倍率，这种时候我只能换到6倍镜，然后瞧，这其实是8倍。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官方，希望尽快解决吧。又上去一个，再让我打他下来。哎呀，但没关系，我的队友救了我，咱们接着来。不好，有无人机！我被 C5 炸死了，这不是我最爱的那一招吗？我是麦克，我又回来了，一眼就看到一条鱼在翻滚。我睁大眼睛好奇的观看，这2042的 bug 真多真酷呀！哎呀，该死他！我又被这位狙击手狙死了。他成功勾起我的怒火，我要报复他。我来到一个阴暗的角落，取出了我的无人机，然后仔细地贴上了几块 C5 炸药。飞在空中 4K 无人机视角下，对方的位置被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何止一人，是一支战术小队，他们还召唤了一个物资箱，所以打得肆无忌惮，所以我要把他们炸成鸡蛋。棒棒，付出的感觉真爽。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下我新升级的这台主机的悲伤故事吧。你没听错，这是个悲伤的故事，悲伤的根源来自微星，他们深深的伤害了我的钱包。有心的朋友应该还记得这个军火箱，12代傀儡上市前夕，我有幸获得了微星 Z690 主板套件的评测机会，就是这套东西了，一块 Z690 暗影旗舰主板，一套360水冷，一块 12900K， 一对 DDR5 内存。当时对这套配置的性能那是相当满意，非常的想拥有一套。我想这可能也是正在看视频的你的梦想之一。然而万万没想到呀，双11前夕微星告诉我这套套件不需要返回了。伙伴们，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啊！要知道我这算是白嫖了1万多元的硬件，那种喜悦之情不可言喻。彼时正好是15日，我们预购了黄金版的玩家可以提前试玩战地2042。我第一时间开心的玩了起来，却发现哪怕是 12900K 加3080，帧数也只有70到90左右，并且还时不时有明显的卡顿发生。这怎么可以？我可是 i9 12900K， 这根本就不是这套1万多元的套件应有的水平。所以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决定趁双11活动期间升级配置，升级一套可以完美匹配 12900K 的配置，并且我还需要它可以用 4K 画质畅玩所有的3A 大作。这是我后期准备走的视频路线，单机剧情解说我最擅长的领域。所以趁双11，我忍痛道出了最后一个钢爆，买了一个它。微星3080钛超容，当前公认的最顶级旗舰显卡之一。我那些可爱的同行们已经在我面前吹过无数次这块显卡的香气，同时也是我这辈子买过的最贵的单体硬件了，13999元，心在滴血，但为了搭配 12900K 值得。所以为了匹配它的身份，我又专门买了一个它，把仪式感拉得满满的。请容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的开箱工具小辉，它很锋利。打开保险，推出刀刃，现在轮到我的超容现出真身了。微星3080钛超容豪华非公版设计，超响20项供电，配合双 BIOS 设计中的 Gaming 模式 BIOS， 能够提供更加强劲的游戏性能。散热方面，它配备了3个刀锋6代大尺寸风扇和7根纯铜热管，顶级旗舰级配置。独特的环形扇叶设计还能有效提升风压，带来更强的散热效能。同时针对 GDDR6X 显存发热大的问题，微星还给它设计了特殊的显存散热结构，专门提供了一根热管给显存散热。据说这个设计属于微星的独家专利，所以这可能也是同样都是3080钛超容相比同类产品更加强悍的原因吧。以上说的这么专业，微星打钱。顺便说一下，这块超容还有一个出色卖点，就是其超静音设计。据隔壁安利给我的同行说，同样是玩游戏，这块3080钛超容就更加安静，不会在玩游戏的时候被风扇噪音打搅。说完了显卡，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堆东西。
有个词叫做投桃报李，既然白嫖了1万多的硬件，所以在这一台主机上，只要是微星生产的，我都尽量给它买来了。比如这块 SSD。兄弟们，咱说实话，不带某东粗俗，我还真不知道微星也出固态硬盘了。我手中这一块是微星 SSD 的旗舰型号黑镜 M480HS， PCIe 4.0标准，容量2T， 而且它的顺序读写速度非常强悍，均在7000 MB 每秒左右，搭配我的 12900K， 它很般配。同时，这块黑镜 M480HS 还自带一套金属散热器，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瞧，很独特的设计风格。网上说这叫堆叠式鳍片结构，能提供比主板自带的散热片更强劲的散热效果。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，Z690 主板自带 SSD 快拆扣和大部分的固态硬盘散热片八字不合，所以大概率我也只能把这块黑镜 M480HS 的本体装上去了。接下来再来简单看一下这组微星外设三件套。首先是 DH40 游戏耳机。这款耳机采用轻量化设计，本体仅重258克，所以佩戴起来轻若无物，非常舒适。同时，它还是一款虚拟7.1环绕声耳机，很适合听声辨位。关键的是，它的价格只有159元，比我之前的200元耳机要便宜多了。鼠标来自微星的 GM41W， 这是一款无线鼠标。很多人经常把无线和蓝牙混淆了。这种无线指的是 2.4G RF 无线技术，其最大特点就是近乎无延迟，和有线鼠标没啥区别，又摆脱了线缆的束缚。拿在手中 GM41W 非常轻，仅有74克，这将非常适合长时间的射击游戏。另外，它用的是原相 PW3370 主控，最高2万 DPI，50G 加速度，400 RPS 追踪，效能很出色。这是它搭配的充电底座，只需10分钟充电即可达9小时电池续航，充满后续航更是长达80小时。双十一期间400左右买的，感觉赚到了。键盘型号是 GK50Z Pixel 40度灰。灰白相间的配色还不错吧？这是一款深度定制的轻轴机械键盘，拥有5000万次按键寿命，使用的 PPT 键帽手感更好，关键是价格也很美好，只有不到200元，非常适合现在囊中羞涩的我。当然，一台强悍的主机，一块好的电源必不可少。我选的电源也是微星的，型号是 MPG A850GF， 额定功率850瓦，80 Plus 金牌认证，全日系电容，搭配 12900K 和3080 钛超容，刚刚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给这套配置搭配了一块16T 的机械硬盘，用于盛放我那些视频。当然，不是你所想的那些视频，是我自己拍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我拍摄的视频，是我拍摄的各种开箱视频的原文件。同时，这是我在双11期间买的最后悔的东西，不是说硬盘不好，而是这种大容量硬盘根本不适合家用，噪音太大了，5秒左右就哐当一下。更伤心的是，这是某宝买的，拆封后不支持退货，算是给大家踩个坑。主机的安装非常简单，轻车熟入，其实主要还是我选的这个机箱空间够大。既然是微星全家桶，我买的是他们家的黑金配绒服，属于全塔机箱。来撕个膜。要说最喜欢这款机箱哪里，除了这个闪亮的龙标，就是这些暗金色的装饰纹路了，看起来就很有高档感，让自己有一种有钱人的错觉。瞧这背部走线，我的手艺还不错吧？那么现在让我稍微喘口气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本次装机的最后一个大件。没错，我的 4K 显示器，一台32寸的 4K 显示器，它花光了我最后一块铜板，但我认为非常值得。这是微星的 MPG 321UR-QD， 也是微星的第一款 4K 144赫兹 IPS 显示器，目前热度很高。当然，我更喜欢它的颜值，无边框设计，不会再被嘲笑跑航母。这里有它的一些基本参数，比如 IPS 面板、4K 分辨率、144赫兹刷新率、1毫秒灰阶响应时间等等。对了，这台显示器还自带一个鼠标线夹，对于使用有线鼠标的玩家来说非常的方便。再看一下显示器背部，这金属拉丝纹路是不是看起来很有质感？同时它还支持 RGB 灯效，一会儿展示一下。现在主机全部准备到位，小伙伴们，对于这套配色你准备打几分？经过检测，显示器完美屏没有一个黑点亮点，同时得益于 QD 量子点技术，这块屏幕的色域更广， P3G sRGB 色域可达 97%及 143%， 让其画质非常的出色并且准确。当然它也支持 HDR600， 更高的动态光照渲染让画面看起来更加真实。我想设计师们应该会很喜欢这款显示器。此外，这款显示器也支持微星的 Gaming OSD 软件，允许我们通过键盘鼠标就可以调整显示器的各项参数，这可比按那些物理按钮方便多了。比如在这里直接就可以设置显示器的刷新率、亮度、对比度，也可以轻松的设置显示器背部的 RGB 灯效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比如这是彩虹效果，这是跑马灯，这是闪烁，这是静态常亮。
哦，对了，这款显示器也支持 KVM 3.0，允许我们仅仅通过一套鼠标键盘就可以同时控制多台接入的机器。不过由于家境贫寒，桌子放不下多台机器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最后说一个我个人最有兴趣的功能，这台显示器可以放大屏幕中央部分，大小可调，倍率可调，相当于在你当前背景下再帮你叠加几倍倍率，这简直就是远程狙杀的神器啊！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功能自定义到左下角的按键上，实现一键开启关闭，标准辅助。你说我这以后是不是要欺负敌人的节奏？跑分方面，老板娱乐大师直接跑出126万分，在显卡排行榜中更是直接登顶，一些3090的分数都还不如他。当然，专业性方面还得看 3D Mark， 总分19151，大幅度超越了我前段时间装的 12900K 加3080，不愧是3080太超龙，钱没白花。所以在战地2042中，当我设置为 4K 分辨率以及最高画质之后，对这台机器的整体帧数表现我是非常满意的，并且3080太超龙还支持英伟达的 DLSS 黑科技。如果我觉得帧数不够，可以打开 DLSS 性能模式，还能进一步提升游戏帧数。同时由于显示器也支持 G-Sync Compatible， 有效的减少了画面撕裂，所以玩起来非常舒服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当从27寸换到32寸，有一些小小的不习惯。当然 2K 画质下的帧数表现就更加出色了，甚至可以来到140到160上下，高画质高帧率，向来都是我们 FPS 玩家的一贯追求。最后我还顺便测试一下 4K 最高画质的《荒野大镖客2》， FPS 能保持在70左右，同时 4K 下的视觉享受真的是和 2K 属于两个节奏，太令人震撼了。咦，貌似遇到了一个真人玩家，少见呀，咱们去和他打个招呼。嘿，这位朋友。完蛋了，我闯祸了，这还是个女性玩家，怎么办？我犯了谋杀罪，赶紧撤户。视频最后讨论一个小问题，有了这么好的配置，我准备后期多开发一些剧情类型的游戏，大家还愿意看吗？